公元1375年，南京城寒风刺骨，65岁的刘基，就是咱们从小听到大的神算子刘伯温，拖着病体跪在奉天殿里，面对龙椅上朱元璋那没什么温度的眼神，这位辅佐朱元璋打下大明江山的开国功臣，连一句辩解的话都不敢说。他知道说再多也没用。为啥功高盖世的刘伯温会落得这般境地？答案就藏在陈旭斌写的《秦制2000年》里。这书可不一般，没有一句废话，他映照帝王藏在龙袍底下的小心思，他反馈的明明白白。商鞅变法哪是为了强国利民，分明是把百姓变成只会种地打仗的工具人。武则天鼓励告密哪是为了澄清吏治，不过是让天下人互相监视，自己坐收渔利。朱元璋删孟子哪是学术纠错，就是怕百姓学了名贵君轻，敢跟他叫板。这本书最狠的地方在于，他戳破了一个2000年的谎言。从秦始皇到慈禧，不管龙椅上换了多少个姓氏，帝王们玩的都是同一套游戏，游戏名字叫控制，终极目标就一个，把天下的人、财、物都牢牢攥在自己手里，让所有人都离不开皇权这棵大树。今天咱们就顺着历史的时间线，当一回历史侦探，一起揭秘秦制的3大神操作。帝王是怎么把抱团的百姓拆成没力气反抗的散沙砾，是怎么把有想法的官僚驯化成听话办事的工具人，又是怎么把百姓的苦日子包装成人人称颂的盛世。看看帝王的控场套路到底有多会玩。想象一下，你穿越回古代，突然坐上龙椅成了帝王，面对脚下这片万里江山，你心里最慌的是什么？不是怕没钱花，也不是怕没饭吃，而是怕3件事：怕手握兵权的贵族造反，怕抱团的百姓闹事，怕手下的官僚偷懒耍滑。而秦制就是为了解决这3个怕而生的终极方案。简单说，就是帝王的控场3板斧，招招戳中要害。第一斧，用官僚替代贵族。贵族有家底，有势力，还能跟你掰手腕；官僚就是你招聘的打工人，没根基，没后台，你让干啥就干啥，不听话就开除，简直是为控场量身定做的工具人。第二斧，把百姓拆成个体。以前百姓聚族而居，一大家子抱成团，朝廷要收税征徭役，他们还能集体反抗。秦制偏要拆，让儿子成年就跟老子分家，兄弟各自立户，把大家族拆成父子各过各的小家庭。这样一来，百姓单打独斗，既没力气跟朝廷对抗，又方便官府一户一户收税征人，活脱脱把抱团的大面团揉成了没凝聚力的散沙砾。第三斧，让所有人离不开皇权，朝廷垄断最赚钱的行业，比如盐、铁，百姓要吃盐，要种地，用农具，只能找官府买。再控制土地分配，百姓想种地活命，就得听朝廷的话，按时交租，服徭役。这就像现代公司的控场老板，不用有根基的老员工，只用听话的新员工，不让员工抱团摸鱼，让每个人单独对老板负责，再垄断核心资源，让员工只能靠公司吃饭。秦之帝王就是古代版终极控场老板，把职场套路玩成了治国制度。搞懂了这3板斧，你就看透了秦制的本质。它从来不是什么为国为民的治国宝典，而是帝王专属的控场说明书。它的核心逻辑更直白，汲取永远大于爱民。帝王嘴里喊的国泰民安，翻译过来其实是百姓安分守己，我好安心收钱收粮。嘴里喊的国富兵强，翻译过来是我兜里有钱，手里有兵，谁也管不着我。2000年里，你听过的所有变法、改革，本质上都是在给这控场说明书升级版本。商鞅变法是 1.0 版，把控场基础打牢；科举制是 2.0 版，把官僚工具人管得更服帖；雍正密折是 3.0 版，把监控力度拉满，换汤不换药。核心永远是怎么更高效地控制人，更顺畅地汲取人力物力。你以为帝王是天下百姓的大家长？
错，他是天下最大的资源掌控者，百姓是负责生产资源的打工人，官僚是负责搬运资源的工具人，而帝王就是那个坐享其成的控场老板。爱民从来不是秦制的目的，只是让打工人持续干活的手段。就像老板给员工发工资，不是良心发现，而是怕员工饿死没人干活。帝王偶尔减免赋税、赈灾放粮，也不是真的心疼百姓，而是怕百姓活不下去造反，断了自己的资源供给。这就是秦制最狠的地方，他把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掌控者与资源的关系，把治国理政变成了控场汲取。从秦始皇到朱元璋，从商鞅到王安石，所有帝王和改革家都在围着这一套逻辑打转。只是有的老板控场温柔点，有的老板控场狠辣点，但本质上都是在玩同一套游戏。而这游戏的规则从2000多年前商鞅变法那天起就没真正变过。提起商鞅，很多人脑子里会蹦出改革家、强国功臣的标签，但咱说实话，这哥们儿根本不是来拯救秦国百姓的，他是来给秦国装控场系统的工程师。当年商鞅跑到秦国时，秦国还是个被东方六国看不起的边陲小透明，家底薄，人口少，连打仗都没多少底气。但商鞅一出手，就抓住了秦制的核心密码：百姓越弱，国家越强；百姓越傻，朝廷越好管。他给秦国量身定做了3套控场暴击，一套比一套狠，直接把秦国改造成了没有感情的耕战机器。第一套暴击，15连坐加告监，给秦国装全民监控。商鞅规定5家为一武，10家为一神，只要其中一家犯了法，不管是逃税、逃役，还是说了朝廷的坏话，另外9家没举报就一起受罚，最狠的能直接腰斩。但如果谁主动举报，奖励和战场上斩敌手一样丰厚，能拿爵位分田地。这下可热闹了，秦国百姓见面，不再聊今年庄稼收了多少，孩子长多高了，先互相打量着盘问：你最近没干啥犯法的事儿吧？昨天官府的命令你执行到位了吗？邻里关系从互帮互助变成了邻里无间道，每个人都成了官府的眼线，每个人都活在别人的注视里，比现在职场里的互相打分很多了。毕竟职场打小报告顶多丢工作，秦国告监告晚了要丢命。第2套暴击，拆分家庭，把大家族揉成散沙粒。商鞅下了道死命令：民有2，男以上不分义者，备其父。家里有2个成年儿子还不分家单过的，赋税直接翻倍，1分都不能少。为啥非要这么干？因为聚族而居的大家族太有力量了，朝廷要收税，他们能集体抗缴；要征徭役，他们能抱团躲避；甚至官府办事不公，他们还能联合起来跟官府理论。但把大家族拆成父子各立门户的小家庭就不一样了。小家庭人少力薄，想抗税没底气，想逃逸没门路。官府收税征人时，一户一户找上门，想躲都躲不掉。商鞅要的就是这个效果，把百姓从抱团的大面团变成捏不动的散沙粒。这样秦国朝廷说往东，百姓不敢往西；说让种地，没人敢偷懒；说让打仗，没人敢退缩。第3套暴击，进6师，让百姓无知无求。在商鞅眼里，有6种东西是破坏控场的害虫，必须彻底禁止，就是礼乐、诗书、修善孝悌、诚信贞廉、仁义、非兵休战。咱们现在看来，这些都是做人的基本美德，但商鞅不这么想。百姓懂礼乐、读诗书，就会琢磨这税交的合理吗？朝廷的命令对不对？讲孝悌、重诚信，就会顾家不顾国。打仗时惦记家里的老人孩子，不肯拼命，倡导仁义，反对战争。更不行秦国要靠打仗扩张，百姓怕打仗，国家怎么变强？所以商鞅干脆一刀切，不准民间私藏诗书，不准百姓谈论礼乐，甚至不准有多余的想法。最好让百姓一辈子只知道2件事：
种地、打仗。种地能给国家交粮食，打仗能给国家抢土地。至于文化、道德、思想，在商鞅眼里都是没用的累赘。百姓越愚昧、越贫穷，就越容易满足。给点粮食，分点土地，就感恩戴德。朝廷怎么指挥都听话。但商鞅没想到，他帮秦国完成控场升级，自己却成了过期工具。秦孝公一死，被他打压多年的旧贵族立马反扑，给商鞅扣了个谋反的罪名。商鞅想逃，结果跑到边境客栈。老板说商君有令，没有官府凭证不能住宿。想躲，百姓怕连坐，没人敢收留他，自己定的规矩，最后把自己逼上了绝路，被车裂而死。这波工具人反噬，堪称古代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讽刺拉满。如果说商鞅是控场工程师，那韩非子就是秦制理论总设计师。他把商鞅的实操经验总结成了一本控场说明书，让帝王一看就懂，一学就会。韩非子最牛的地方是精准定义了理想百姓，简单说就是听话、能干活、不怕死，没有独立思想。为了打造这样的百姓，他提出要先清除5种国家蛀虫，也就是5度。学者有文化，会质疑纵横家，能说会道会抱团，游侠有武力敢反抗，商人有钱能独立，门客有依附不效忠。这5种人在韩非子眼里都是会破坏控场的隐患，必须统统清除。同时他还主张表彰6种人作为天下百姓的榜样：负险殉城的，愿意为朝廷送死的，寡闻从令的，没见识听话的，立作而实的，只会种地干活的，家厚纯粹的，没心眼好忽悠的，崇命卫士的，怕官府不敢反抗的，错贼恶奸的，愿意打小报告的。说白了就是把百姓变成没有灵魂的螺丝钉。最讽刺的是，韩非子自己就是学者，靠游说得到秦王赏识，却要把学者纵横家列为5度。这波自己骂自己的操作，只能说为了控场，脸都不要了。难怪秦始皇看完他的书，直呼寡人得见，此人与之游，死不恨也。这简直是控场老板遇到了知音。商鞅和韩非子这对祖师爷，一个实操，一个理论，联手打造了秦制的核心框架，把百姓变弱、变傻、变散，把国家变强、变狠、变高效。这套框架太好用了，以至于后来的帝王换了一波又一波，却没人愿意抛弃。毕竟谁不想当控场老板，把天下牢牢攥在手里呢？商鞅和韩非子搭好秦制的核心框架，第一个上手测试的就是秦始皇。可惜他没玩多久就驾崩了。接过游戏手柄的是猪队友胡亥。胡亥完美诠释了什么叫菜还爱玩狠的。本来商鞅设计的规则是慢慢控、慢慢汲取，循序渐进，培养工具人和散沙力。结果他一上台，直接把控场难度拉满。先是清洗官僚集团，把蒙毅、李斯这些跟着秦始皇打天下的老员工全干掉，换上自己的亲信赵高，相当于公司把核心骨干全开除，让只会拍马屁的关系户掌权，工具人队伍直接崩盘。再是苛捐杂税翻倍，修长城、建阿房宫，征调天下百姓当徭役，不管是种地的还是做工的，全拉去干苦力，口粮自己带，累死饿死不管埋，等于老板让员工无偿997，还不给工资和饭补，直接逼疯生产者。最致命的是，新征服的6国百姓还没完成散沙化驯化，本来对秦朝就没归属感，胡亥不管不顾硬薅，直接点燃了反抗的导火索。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，天下瞬间大乱。这场控场过度导致的服务器崩溃，让秦朝只活了2世就亡国，堪称秦制上线测试的惨烈翻车。现场也给后来的帝王提了个醒，控场要讲节奏，不能往死里薅。刘邦捡了秦朝的烂摊子，建国后赶紧反向试错，搞了个白马之盟，和功臣诸侯王分蛋糕，你帮我守江山，我给你封地和特权，
有点偏离秦制的独家控场，但这只是权宜之计。刘邦心里门清，秦制的独家控场才是长久之道。等江山坐稳，就开始慢慢收拾异姓王、韩信、彭越这些功臣，最后没一个善终。真正把秦制正式运营到巅峰的是汉武帝这哥们儿，堪称控场游戏的氪金大佬。前期花钱如流水，打匈奴、修水利，把刘邦留下的家底花光后，立马翻出秦制的老工具，升级成 2.0 版控场包。第一招，盐铁官营，把盐和铁这两个民生刚需行业全收归官府，垄断百姓，要吃盐，种地要农具，只能找官府买，官府说多少钱就多少钱，不准民间私造私卖。这招有多狠？以前民间盐铁商还能讨价还价，官府垄断后盐价翻倍，铁器质量差还不准退换，百姓只能忍，毕竟不吃盐没力气，不用农具种不了地，只能被官府按着头薅。第二招，算民告民，简单说就是全民财产申报加互相举报，让百姓主动上报家里的钱财、田地、奴婢，按比例交税，还鼓励邻居举报隐瞒不报的，举报成功能分一半家产。这一下，天下彻底变成告密乐园，朋友反目，亲戚成仇，中产以上家庭几乎全被举报，家产被抄没，百姓兜里空空，再也没力气反抗，完美践行了国强民弱的核心逻辑。第三招，军书法，官府当超级倒爷，在产地低价买进粮食、布匹等特产，再运到稀缺的地方高价卖出，赚走民间所有利润，还美其名曰平抑物价。汉武帝这套组合拳下来，西汉国力暴涨，打匈奴、拓疆土，风光无限。可百姓呢？兜里没余钱，家里没存粮，只能乖乖种地交税，服徭役，控场效果拉满。帝王爽了，百姓苦了。时间一晃到唐宋，帝王们觉得秦汉的控场工具不够精细，又推出了2个重磅升级包：科举制和变法。科举制绝对是秦制最成功的阳谋。在此之前，当官靠血缘、靠关系，贵族子弟垄断官场，帝王很难完全掌控。科举一出来，喊出无论出身，考上就当官的口号，全天下读书人疯了一样备考。帝王的小心思藏都藏不住，让你们天天刷题背4书5经，脑子被圣贤书填满，就没工夫琢磨帝王对不对。而且考上的官员都是单打独斗上来的，没有家族势力撑腰，只能乖乖听帝王的话。别以为科举是公平正义，录取率比现在考编还低，大部分读书人考到白头都没中，堪称古代版陪跑大赛。但就是这万一能中的希望，让读书人乖乖听话了。1300年帝王用一张录取通知书就控住了天下最有文化、最有想法的一群人。这波阳谋不服不行。另一套升级包是变法套路，从两税法到王安石变法，本质都是换个方式薅羊毛。比如两税法说合并赋税，简化流程，把以前的田税、人头税合并，按土地和财产收税，听着挺好。结果旧税合并完，新税又冒出来，什么支遗折变，变相让百姓多交钱。王安石变法的青苗法更狠，号称青黄不接时，给百姓低息放贷，结果变成强制摊派，不管你需不需要，都得借钱，利息越滚越高，百姓没拿到好处，反而欠了官府一堆债。这就像老板说，改革薪酬制度，让大家多赚钱，结果改完之后，工资没涨， KPI 翻了倍，套路换了，薅羊毛的本质没变。到了明清，秦制迎来终极形态，朱元璋和雍正这2位控场卷王把监控和汲取玩到了极致。朱元璋是狠活第一人，对官员他搞剥皮食草，贪污60两银子就剥皮填草，挂在官府门口警示后人，吓得官员不敢贪不敢懒。对百姓他搞互知丁业，要求邻里互相知道对方的职业、家庭、人口，甚至读书人的老师是谁、学生是谁，堪比古代版大数据监控。
他还鼓励百姓抓虚吏，抓住有奖，搞全民反腐，其实是让百姓互相监督，自己坐收渔利，连基层的小工具人都逃不过控场。最绝的是删孟子。朱元璋看孟子里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，君之视臣如草芥，则臣视君如寇仇”这些话气得直拍桌子，这不是教百姓反抗吗？于是他下令删孟子，把85条叛逆言论全删掉，找人编了本孟子节文，让天下人只能读阉割版，古代版删帖。朱元璋是鼻祖，雍正更狠，推出密折制度，让官员互相打小报告，不用署名，直接密封上报皇帝。你以为同事是战友，其实他可能在背后给你递刀子。官员天天提心吊胆，生怕被举报，哪还有心思搞朋党？帝王坐在宫里就能掌握所有官员的动向，这监控手段比现在的工作群定位还狠。秦制的控场到这里算是玩到了天花板，从秦汉的上线测试到明清的终极形态，秦制的控场升级包换了一波又一波，但核心永远没变，让官僚听话，让百姓安分，让帝王牢牢攥住天下的人财物。可越是极致的控场，越藏着崩塌的隐患，这一点晚清的帝王们很快就尝到了滋味。提起盛世，很多人脑子里立马会蹦出杜甫那句“稻米流脂粟米白，公司仓廪俱丰实”，仿佛贞观之治就是人人有饭吃，个个有衣穿的人间仙境。但咱说实话，这都是饿肚子时的美好回忆。这首诗名为《忆昔》，回忆的并非远在100年前的贞观之治，而是诗人亲身经历、旋即陨落的开元盛世。经历安史之乱中颠沛流离的杜甫，越饿肚子就越将记忆里的开元岁月滤镜加厚，这像极了离职后只怀念公司下午茶，却选择性遗忘996压榨。后世常将这首描绘开元的诗张冠李戴到贞观头上，恰恰证明盛世已成为一个被不断借用美化的公共符号，其真实面目早已模糊。真实的贞观赋役远非账本上那般温情，名为租庸调，可一旦皇权需要控场，家派杂役，横征折纳便接踵而至。今天命你交粮，明天就能强按官价折成绢帛，市价1匹布换3斗麦，官价1匹布就抵1斗麦。最狠的是知夷，一纸文书命你自费将税粮运往千里之外，美其名曰知夷，运费就能压垮一个家。徭役更狠，一人服役，全家破产是常态。要给官府修宫殿、筑长城，口粮自己带，工具自己备。要是耽误工期，轻则鞭打，重则杀头。有百姓实在扛不住，就故意打断自己的手脚，美其名曰扶手。扶足断了手脚就不能服徭役，虽然残疾，至少能活命。李世民知道后，非但不反思自己徭役太重，还下诏书骂：谁敢断手脚避役，朕就治谁的罪。这哪是盛世，这是控场太严，百姓被逼疯。更讽刺的是，李世民和魏祉的君臣和睦纯属控场表演。李世民想修宫殿，魏祉反对。李世民表面说我听你的，转头就偷偷修。魏祉一死，李世民立马砸了他的墓碑，还取消了衡山公主和魏祉儿子的婚约。说白了，那件是政治作秀，目的是让天下人觉得帝王英明，从善如流。其实李世民的控场权一点没让，就像老板在会上说大家有意见尽管提，你真提了，他转头就给你穿小鞋。贞观之治是骗局，开元盛世更离谱。长安城里宝马雕车香满路，王公贵族夜夜笙歌，城外百姓却路有冻死骨。唐玄宗时期，官府的控场汲取达到顶峰，盐铁官营让百姓吃不起盐，军书法让商人赚不到钱，苛捐杂税让自耕农麦田逃荒，全国户口逃亡过半，剩下的百姓也只能勉强糊口。长安的繁华从来与百姓无关，那是帝王、官僚和外国人的繁华。帝王住着豪华宫殿，官僚拿着高额俸禄，
外国商人赚得盆满钵满，而百姓只是盛世背景板，连露脸的资格都没有。就像现在的网红城市，镜头里全是高楼大厦、网红打卡点，其实本地人天天为房贷车贷发愁。开元盛世的长安就是古代网红城市，繁华是给上层看的，百姓的苦没人在乎。再说说宋代，大家都觉得宋朝富到流油， GDP 占当时世界一半，但财富全集中在官府和官僚手里，百姓的税比饭还多。宋朝的税能列个超长清单，种地要交田税，盖房子要交宅税，娶妻要交婚税，出远门要交过税，甚至农具、布匹、茶叶都要交税。北宋仁宗朝，百姓的负担是唐朝的2倍。最坑的是衙前差役，堪称家庭破产加速器。被选中的百姓要自费给官府押送物资，看管仓库，催收赋税，动辄亏掉几百贯，很多家庭卖田卖女都赔不起。有百姓为了不被选中，宁愿穷得叮当响，甚至故意让自己变成贫困户。在宋朝，有钱不是荣耀，是灾难。这盛世谁爱要谁要。以刚直谏言著称的包拯，其大量奏议中却不乏为民请命，陛下别再加税了，百姓快扛不住了，约束官吏的呼声。这让他成为百姓心中理想的青天符号。但在制度性贪婪中，抗争犹如杯水车薪，朝廷根本不听。毕竟秦制的核心是汲取，百姓的死活只是控场成果的附属品。这些被美化的盛世，本质都是控场到位的成果。帝王通过高效的汲取，让官府和官僚富起来，再把这种国富包装成民富，写成诗，编成文，流传后世。就像老板把公司盈利翻倍写成员工福利提升的报告，却不提员工工资没涨，加班更多，套路换了，本质没变。更讽刺的是，这些盛世往往是崩溃的前兆。贞观之治后有安史之乱，开元盛世后有藩镇割据，宋代富到流油后有靖康之耻。因为极致的控场汲取，会让百姓越来越穷，官僚越来越贪，社会越来越失衡。就像气球吹得越大，越容易爆炸，盛世有多繁华，崩溃时就有多惨烈。可帝王们始终没明白这个道理，还在一遍又一遍地复制盛世骗局。毕竟做控场老板的快感实在太诱人了，但他们忘了，百姓不是不会反抗，只是没到绝境。当散沙砾被逼成抱团的石头，当工具人被逼成造反的战士，再华丽的盛世也会瞬间崩塌。在秦制的控场铁拳下，大多数百姓要么乖乖当散沙砾，要么被逼上绝路才起义。但总有一些小人物没掀翻王朝的本事，却凭着一股子倔强守住了心里的底线。就像黑暗里的微光，虽弱却戳破了控场万能的谎言。第一个要讲的是魏玄同，武则天时期的职场清流。那时候告密成了升官捷径，不管有没有证据，只要告发别人谋反，就能当官领赏，诬告还不罚。一时间天下疯了，朋友吃饭聊句朝政，转头就被举报，亲人拌嘴说句怨言，立马被扭送官府。连寺庙里的和尚都偷偷监听香客说话，整个社会乌烟瘴气，人人为了利益抛弃底线。魏玄同是宰相，为人正直，看不惯这一套，结果被酷吏周兴诬陷谋反。武则天勒令他自尽，监刑官觉得他可怜，劝他：你只要说有密事要告密，就能见到太后，说不定能活下来。换别人早抓住这根救命稻草了。可魏玄同冷笑一声，说了句超硬气的话：人杀鬼杀，亦复何殊？岂能做告密之人？不管是被人杀还是被鬼杀，有啥区别？我宁死也不做打小报告的小人。说完，他拿起毒酒一饮而尽，没半点含糊。在所有人都为了活命抛弃尊严时，魏玄同用死守住了底线。这不是傻，是骨头硬。他就像现代职场里的清流，老板让他打小报告就能升职，他偏不。所有人都在拍马溜须，他偏要坚守原则，哪怕丢了工作丢了命，
也不玷污自己的名声。这股倔强够燃。第二个小人物是长安石匠长安民。宋徽宗时期，权臣蔡京把司马光、苏轼这些忠臣列成奸党，要刻在元佑党籍碑上，传遍全国，让他们遗臭万年。长安民接到了刻碑的任务，按理说一个石匠哪敢违抗官府，可他直接找到地方官，直言不讳。司马光这些人，天下人都夸他们正直，现在说他们是奸邪，我不忍心刻。地方官大怒，拍着桌子威胁要治他的罪。长安民不急不躁，来了个软抵抗。我不敢违抗命令，但求大人别把我的名字刻在碑上，我怕后世骂我瞎了眼，帮着奸臣污蔑忠臣。这手太高明了，既没直接抗命，又守住了良心。你要刻碑，我照办，但我的名字不能沾着脏事儿，后世要骂也骂不到我头上。一个没读过多少书的石匠，比朝堂上那些趋炎附势的官员还有骨气。官员们为了乌纱帽，眼睁睁看着忠臣被污蔑，不敢作声。长安民却用自己的方式给正义留了一丝体面。这就像现代职场，老板让你做假数据，你不敢直接拒绝，却偷偷留下证据，不让自己背锅。长安民更狠，直接把锅推开，既不得罪老板，又守住了底线，智商和勇气双在线。还有更多小人物，没魏玄同的勇气，没长安民的智商，他们的反抗很简单，用脚投票。不玩了。西汉百姓为了逃避汉武帝的苛捐杂税，纷纷跑到诸侯王那里，你薅得太狠，我换个地方活。北宋百姓宁愿卖田做佃农，也不当自耕农。当自耕农要交一堆税，做佃农至少能吃饱饭。明朝百姓偷偷逃离家乡，变成流民，你监控太严，我躲起来总行吧？他们的反抗没流血，没喊口号，却最戳秦制的痛处。秦制要的是散沙利，乖乖被汲取，可百姓跑了，土地荒了，没人交税，没人服徭役，控场机器不就成了空壳子？就像现代公司，老板搞996还不给工资，员工不吵架不反抗，直接集体辞职，老板没人可用，公司只能倒闭。百姓的用脚投票是最无声也最有力的反抗。这些小人物，有的用死坚守尊严，有的用智慧保护良心，有的用逃离表达不满。他们不是改变历史的英雄，却是戳破秦制谎言的微光。秦制再狠，也挡不住百姓心里的那点倔强。你可以控制我的身体，却控制不了我的良心。你可以剥夺我的财富，却剥夺不了我反抗的权利。正是这一点点微光，让秦制的控场神话没那么牢不可破，也让我们看到，不管制度多强大，人心的底线永远是最硬的骨头。1900年，八国联军时期，慈禧带着光绪皇帝一路西逃，美其名曰西狩，说白了就是仓皇跑路，连龙椅都顾不上了。这场西狩把秦制的控场神话戳得稀碎。以前帝王是天下之主，说一不二，可连都城都守不住，只能仓皇出逃，谁还怕朝廷？谁还愿意听皇权的话？秦制能玩2000年，靠的是两大核心：官僚工具化，百姓散沙化。可到了晚清，这两大核心全崩了，控场系统彻底瘫痪。先看官僚工具化的崩盘。以前帝王靠科举拴住读书人，让他们当听话的工具人，可晚清搞新政，直接废了科举。1905年，这一下读书人没了考公的出路，再也不用跟朝廷玩控场游戏，有的加入革命党，有的投靠地方督府，没人再把皇权当回事儿。更要命的是，地方督府早就脱离中央控制了。太平天国运动时，朝廷没兵没粮，只能让曾国藩、李鸿章自己练。湘军、淮军这些军队名义上是清军，实则是私人武装，只听督府的，不听朝廷的。到了袁世凯时代，北洋军更是成了他的私人部队，朝廷让他出兵，他按兵不动，他让士兵开枪，士兵就敢对着朝廷的人开火。秦制的官僚工具人，最后变成了割据军阀，反过来拿捏皇权，控场者变成了被控制者。
再看百姓，散沙化的崩盘。以前帝王把百姓拆成个体，不让抱团，可晚清为了搞新政，设立了咨议局，这一下士绅、商人、读书人聚到一起，有了组织能力，再也不是散沙吏了。他们不再乖乖交税、服徭役，反而联合起来跟朝廷叫板。朝廷要加税，他们反对；朝廷要卖铁路，他们掀起保路运动。百姓有了组织，秦制的汲取机器就转不动了。皇权想薅羊毛，却发现没人愿意被薅了。这就像老板搞996，还取消了年终奖、晋升通道，最后员工集体辞职，抱团维权，老板没人可用，没利可图。晚清帝王把控场玩脱了，没人愿意当工具人，没人愿意被薅羊毛，秦制的游戏自然玩不下去了。其实秦制的落幕早有预兆，从商鞅变法到雍正密折，帝王们一直往控场的极致走，却忘了一个最基本的道理：控场是为了长治久安，不是为了往死里薅。就像种地，你得给土地施肥、休耕，才能年年有收成。可秦制的帝王只知道收割，从不养护百姓，越薅越穷，官僚越宠越贪，社会越控越失衡。到最后，土地荒了，工具坏了，游戏只能崩盘。秦制虽然落幕了，但它的控场遗产至今还在影响我们现代职场里的 KPI 考核，互相打分，是不是有点像秦制的连坐？老板画的升职饼，是不是有点像科举的入仕梦？公司垄断核心资源，让你离不开，是不是有点像秦制的盐铁官营？看懂秦制的落幕，不是让我们骂古代帝王，而是让我们看清过度控场的本质。不管是古代王朝还是现代组织，只想着控制汲取，不想着尊重共赢，最后都得玩脱。真正的强大，从来不是控住一切，而是让人愿意跟着你干。帝王能控住百姓，控住官僚，却控不住人心；老板能控住员工，控住资源，却控不住归属感。秦制玩了2000年控场游戏，最后还是输在了人心上。这或许就是他留给我们最深刻的教训：人心不是靠监控、压迫就能得到的，是靠尊重、共赢才能凝聚的。当慈禧从西安逃回北京，想重新掌控天下时，他发现一切都变了，官僚不听命，百姓不买账，士绅不配合，秦制的控场系统再也修不好了。1912年，宣统皇帝溥仪退位，秦制2000年的控场游戏正式落下帷幕。